开门，快开门啊！你不是去拿成绩吗？怎么回来了？你自己怎么那么大动静？谁呀？哦，是蓝冰回来了。啊，你怎么突然来我家了？别提了，你家马桶堵了，我就来帮忙了。米歇尔，堵个马桶你自己都搞不定，你可真是……呵呵，我怎么？蓝冰，你就是个技校生，我现在正式告诉你，咱们分手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技校的怎么了？正想跟女朋友吃顿饭，却被无情抛弃。恭喜宿主蓝冰获得技能可控核聚变 LV1。什么？可控核聚变？不管了，我现在就想要找个人替代米切尔。当然，蓝冰也不是能闲着的。通过相亲网介绍了一个海归女博士后，赴约的话还能获得奖金5000元，正好够最后的研究经费。蓝冰吗？我就是你这次的相亲对象。呵呵，听说你是技校的，就这附近的龙岗技校。知道我是谁吗？原装的核物理海归博士后，你觉得咱们般配吗？你都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对了，我也对核物理略懂一二，聊聊专业呗。一个技校生跟我这个原装核物理海归聊，呵呵，可控核聚变了解吗？我可感兴趣了。技校生竟然对可控核聚变略懂一二，勇气哪来的？可控核聚变不过就是原子对撞、聚变放热，然后再对撞、再放热。然后呢？这个可控核聚变啊，关键在于如何停止。网页搜索的吧？确实看了看。呵呵，上网看看就说略懂一二，谁给你的自信？外网看过吗？我不懂外语，所以技校生不会外语那不是应该的吗？确实，他偏科厉害，为了避开外语考试，他不得不努力获得免试资格。等我造出托卡马克装置，就可以直接保送了，不用外语考试的。你自己幻想吧，浪费时间，我先走了。他可不能走啊，还差几分钟呢。相亲网的人说了，沟通时间不够就会扣奖金。你要干嘛？这个关于可控核聚变的资料是我写的，听我再分析分析。省省吧，快放手，不然我告你骚扰。就差几分钟，绝不能让他走，不然奖金没了。行，我是真服了你了，先让我回去，我一定认真阅读，成吗？奖金到手，这下设备凑齐了嘿。可是谁又会看一个技校生写的可控核聚变的资料呢？既然你们都不信我，老子就自己造出来。托卡马克装置，我来了。龙国龙科院魔都原子能研究所。玉华，对象看上了吗？哼，一个技校生跟我讨论可控核聚变，这你受得了吗 ？What？ 技校生，他脑子瓦特了吧？他居然还写了资料，你敢信？给你看看吧。我不可能看一个技校生写的可控核聚变资料，浪费时间。下午，一个老先生来到了实验室，他就是龙国战略局的科技负责人彭天放。他这次过来是看看可控核聚变搞得怎么样了。论托克马克装置的设计与可执行操作方案，彭天放的眉头已经紧紧地皱起。这么重要的文件，简直是没有一点保密意识。第一页内容彻底抓住了他的眼球。综上所述，该方法可以彻底试验可控核聚变，随时开启，随时停止，完成小太阳的制作。彭天放彻底愣住了，越看越是心惊，越看越是震撼。天才，简直是天才啊！用中间态的强大跃迁能来试验超高温的点火状态，这是谁想出来的？彭局，这个方案真的能够造出可控核聚变？谁若是能够第一个突破可控核聚变技术，谁必然可以摆脱能源依赖，成为世界强国。彭天放直接打通了龙科院核能组长袁大伟的电话。老袁，你们已经掌握了可控核聚变，还要瞒着我？彭局，你别拿我开心了，怎么可能？装，接着装。我没有，我真不知道啊。彭局，你确认我的专业性，你很怀疑吗？那倒不敢。彭局，我只是觉得至少需要3年才能完成可控核聚变的理论设计搭建。可我在你这看到的方案的确是可操作的了，我查阅了几个数据，准确无误。难道是自己人瞒着自己偷偷搞了个大的？是谁设计出来的？署名蓝冰，魔都龙岗技校啊，技校，我勒个去！老袁啊，记得做好保密工作。随后，彭局直接拨通了桌子上红色电话。老冯，你现在马上派人封锁魔都龙科院，按照最高级别。怎么了？夸父成功了，973工程提前完工。收到，保证谁也进不来，谁也出不去。很快，保密局的人进驻，整个龙科院都被管控了起来。马玉华等人直接惊呆了。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龙科院里，有人或许创造了历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沉默，但是我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告诉那位天才，这里是龙国，是咱们自己的地盘，撸起袖子加油，干就完了。我是科技局的彭天放，想向你了解一点情况。您说，不知道平时你的保密工作做得怎样？领导，我绝对没有违反保密原则，我的资料从来都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拿的不拿。这个文件你准备怎么解释？你怎么可以随意丢弃在桌子上？这个。对啊，就是这个。您管这个叫国家核心机密？这东西是我相亲对象给我的，他就是个技校生。你说他是一个技校生，是你的相亲对象？是啊，竟然说他懂可控核聚变，还大言不惭的，还说自己制造出了托克马克装置，还非要把这个塞给我。这个方案你看了吗？一个技校生写的方案，您会看吗？
我看了。彭局，你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不是，我是说，听着，这个方案切实可行，我已经召集专家论证了，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您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你看我像是在开玩笑吗？好，天佑龙国啊！传令下去，龙科院一级戒备状态，同时申请特战队，立刻对龙岗技校进行封锁。啥？和你相亲那个技校生说的话不是吹牛，都是真的啊！现在所有人前往龙岗技校。龙岗技校实验楼，蓝冰正在眼神灼灼地看着自己面前的实验设置。做实验真是烧钱的活，一次实验就要花费30万，太坑了。这该死的系统发布什么任务不好，偏偏发布可控核聚变这样的鬼东西。调整好装置，蓝冰慢慢把所需要的原料放入进去，接着他看着装置，心中有些忐忑。这玩意若是失败了，自己还得相亲多少次才能挣够这些钱啊？而与此同时，整个龙岗技校已经被封锁了。是非成败在此一举，加速！只看到一道流光在快速的飞腾，1分钟、2分钟，足足持续了10分钟。这次放电够学校用1年的了。校长正在接见你的前女友米歇尔，你们的恋情被无情的浴袍猛男所破裂。后来你的前女友凭借一首《爱我你就离开我》，爱我你就离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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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火爆全网，成为了当红明星。米歇尔，你这次回来要不要见见蓝冰？旁边的经纪人立刻笑着说道：校长，米歇尔现在不是平民百姓，已经是大明星了。蓝冰和米歇尔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没必要见了吧？的确，我和他回不到从前了。啊？我听说他在搞研发，这些钱麻烦你转交给他，做点实际的东西，面对现实吧。这个还是你自己给他比较好。米歇尔这么忙，这次若不是推了一个几千万的广告，今天都不会过来的。正在这时，一阵轰鸣声从外面响起，把所有人都给吓了。难道是王少雇了直升机来接你？哎呀，太幸福了！指挥官龙战已经带着几人来到了校长办公室门口。来人止步，米歇尔小姐在里面，在这等着。少废话，让开！再重要的事情也没米歇尔小姐的事情重要。保安局执行公务，阻拦者以叛国罪论处。你是谁？给我滚出去！立刻，马上！保安局执行公务。闭嘴！你不过是个大头兵，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就让你回老家？无论是你还是你的上司，全都承担不起。龙战朝着身后摆了摆手，把他们带走。有种报出你的番号，看我不弄死你！等他们走到外面，看到院内的装甲车、天上的直升机，彻底吓得愣住了。康哥，这发生了什么？这谁受得了？小小的龙岗技校，怕是出了通天的大人物。校长办公室内，校长，我们想要见蓝冰，还请积极配合。蓝冰，是不是搞错了？蓝冰同学是我们学校的好学生，很老实的。您误会了，我们这次过来是请蓝冰同学的。哦，那就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不用，我们亲自去请。蓝冰到底是何方神圣啊？他在实验楼，我们去那里找他吧。这小子是个天才，只可惜英语差得一塌糊涂，只能跑到这里来上技校了。他平时就在这实验楼里做实验。对，他都把学校的实验经费耗光了。听说现在为了挣钱，还参加线下大型相亲节目直播，也是个人才。到了，就在这里，把这里围起来，任何人不得靠近，硬闯者就地击杀。那个实验楼里面被重兵把守，难道大人物在那个实验楼里面？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蓝冰？夏伟带着忐忑的心情，带着龙战朝着3楼走去。别去打扰他，在这守着。好。战略委员会请求视频连线。怎么样？那个蓝冰找到了没？报告主委，我现在已经见到了蓝冰，他正在做实验，但是具体做什么我看不懂，不敢贸然打扰。做实验？以龙岗技校的实验水准，除了一些简单的理论验证性的实验，还能做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看吧。白敬礼，一个技校生竟然有模有样的。等等，这个实验装置，为什么？托克马克，这是托克马克装置，错不了。疯狂，太疯狂了！我现在就要去现场。一架飞机来到了技校上空，枭龙战斗机，古代战机枭龙。我天，我今天都看到了什么啊？随后就看到一个个花白胡子的老头从上面走了下来。那是国防973总工程师白敬礼，还有主导原子工程的武轩，其他人也都是大佬。我的天哪！实验楼里到底是谁？怎么会招来这么多大佬？白老，我老人呢？在哪？在里面正做实验呢，我没敢打扰。做得好，做得非常好。随后众人朝着里面看过去，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是不是？是他做的。您看那个海水提炼装置，是从我们残破的液相分析仪的零件中拆下来的，还有那个换装置装箱，都是他自己手工做的。终于要到最后阶段了，是非成败在此一举，加速！只看到一道流光在快速的飞腾，
1分钟、2分钟，足足持续了10分钟。这次放电够学校用1年的了，可惜不能很好的储存，终于成功了。这30多万花的不亏，自己动手做就是省钱。而这话恰好被站在门口的白敬礼等人给听到，差点彻底摔倒在地上。30万，这个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竟然只花了30万元，而且居然被一个技校生给弄成功了。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看到他，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学校里的师生这个时候也同样看到了实验室里面的巨变。请问你是不是蓝冰先生？你们是谁？干嘛到我的实验室？别，我们可都是好人，龙国人，不是来抢你装置的。蓝冰还不放下武器？啊！几位院士不要生气，蓝冰就是太紧张了，毕竟这些都是他的心血。蓝冰，他们每一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这个是白敬礼院士，这位是武轩院士，这位是钱思良院士。现在这装置都成功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当初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写过信，结果没有一个人搭理我。什么？你还给我们写过信？不可能！这样的信件，我们怎么可能不重视？你们的傲慢和偏见，只会让你们相信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发表的论文，甚至连国内同强的论文都不相信，更别提我一个技校生了。蓝冰先生，你刚刚做的可是托克马克装置，你们不都看到了，还问我？首先，我为我们没有重视您的研究感到抱歉。现在，请求您能跟我们一起回到龙科院，继续您的研究，不是主持这项研究。怎么他就成了你们魔都龙科院原子能研究所的人了？你当我们是摆设吗？你们也听到了，之前给你们发了邮件，你们都不重视，但是我们这边发现了，而且最为主要的是，我相信蓝冰先生应该也不想大老远的跑到其他地方去上班，您说是不是？你放屁！蓝冰先生啥都没说，就你一个人在这里乱猜。蓝冰先生，我们东北龙科院有最为完善的研发系统，也有最佳的试验场地，而且我保证能够给您最好的实验条件。抱歉，你这就不地道了。我那里才有最完善的实验室，论实力，你们谁能给我扳手腕？蓝冰先生，你若是去我们那里，我马上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干什么？你们也不看看自己都一把年纪了，也不怕被人笑话？再怎么说，这也是双向选择，也要蓝冰先生看得上你们才行。白敬礼作为这一辈的领军人物，自然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各位老先生，感谢你们的赏识和认可，你们几位的著作我都拜读过，武先生的文章我读的最多，您就是样本量做的太少了，所以导致您得到的结论和实际值有些出入。你可以尝试用格兰斯布朗明统计方程剔除纯量之后再进行拟变。哎呀，没想到问题竟然出在了统计分析方法上。武院士也是物理学专家，自然也是数学高手，对于这个格兰斯布朗明统计方程自然也清楚。我和老五的研究方向一样，我的你看了没？白老，您的研究我自然也看了，您的中子裂变理论对我影响很大，甚至我的这个装置中也用到了您的那个模型，不过那个模型稍微有点问题，我进行了一些改良。我的呢？我的论文你看过没？看过，您的论文对我同样意义非凡。随后那些院士全都围着蓝冰在询问。各位老师，我的这个托克马克装置就是在你们的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等于是大家合力研制的结果。听到这话，众人更是激动不已。蓝冰先生，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都不过是盲人摸象，是您把这些拼图给组合在了一起，我们可不敢贪功。是啊，我们虽然都是研究物理的，但是每个领域细分下来会有很多不同，您能够把我们每个人的都探讨到这么深，实在是难得一遇的天才。我正好有个疑问，你的这个粒子加热到高温的状态的时候，你的材料是如何承受得了的？白老，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是利用流体的状态多层铺设，温度越高密度越小，到最后变成气体状态，但是它还可以循环利用。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后生可畏啊！对了，各位老师，我的英语不好，特别差，恐怕没资格去你们的研究院上班。英语差有什么关系？我给你当翻译，我孙女儿就是英语专业的，正合适。众人看向老院士，一脸的鄙夷，连孙女都陪上了。一转眼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龙战有些急了，校长则是彻底看傻眼了。我说老哥儿几个，咱们可否先一步到方便谈话的地方？好，现在就走。那就去我们龙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怎么样？也近，而且一应俱全，安保设施更是不用担心，副10层常年装备1个营的兵力。看来今天不去也得去了，学校肯定是待不下去了。我没什么意见，看几位老师怎么安排都行。不过在走之前，蓝冰手动卸掉了几个重要的装置，剩下的这些从这里开始拆卸，剩下的全部给我带到。设备有点大，你们那放得下吗？我们新建的龙科复兴楼已经建成了，马上就可以把3层给您使用。您现在就可以把这些设备全部弄到那里去，而且以后那个地方是您的专属实验室，没有人可以动。对，那个地方最合适。那就先谢谢了。
安排好一切之后，蓝冰和校长道别，随后在所有人的护送下，慢慢走出了实验楼。出来了，终于出来了！这么大的动静，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真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些都是获得了青龙勋章的人，死后都要3军仪仗队抬棺的人。我的天，那个帅哥是谁啊？太帅了吧！竟然还有这么多大佬围着，这么多士兵守护，简直就是天选之子。我去，好像是蓝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米歇尔，难道真的是蓝冰？还大言不惭要做出让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发明的蓝冰？我的姑奶奶，他有这么大的能耐，你怎么不早说啊？早知我就不。还有机会，或许我还有机会。米歇尔刚刚要走上去，却见到校长把自己之前递过去的那张卡交给了蓝冰，随后蓝冰直接拿着卡再次递给了校长，接着便坐上车转身离开。一切都完了，哎，你给我闭嘴！你冲我撒什么火？是你自己没把持住，怪我吗？米歇尔之所以给自己那张卡，不过是想要给自己一笔封口费，毕竟无论哪个明星都背负不起女版陈世美的骂名和标签，当红滑蛋。呵呵，唯利是图，忘恩负义。蓝冰，我刚刚听到校长的意思，你还没有女朋友，我孙女儿现在正好大4，也是单身，你要是不嫌弃，老吴，你可拉倒吧，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尊容，也敢给蓝冰介绍？我的学生有几个倒还不错，不如去我那里，我给你撮合撮合。我留下龙岗技校一众师生无尽的猜测。听说今天实验楼那里被重兵把守，实验楼只有蓝冰一人用的最多，而且那炫目的光芒是从实验楼里面传出来的，你们看见了吧？我去，不会真的被这小子鼓捣出来了吧？毕竟人家之前可是能够捧红一个当红女明星的人的。哎，听说这个女明星今天专门过来是找他分手的，恐怕那个女明星现在后悔死了。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人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蓝冰被那些人带着来到了龙科院原子能研究所。难道龙科院的大佬们还真会相信一个技校生？笑话，一个技校生不过是从网上看了一些东西，就敢妄称自己懂核聚变，比院士还懂。两人都觉得十分可笑，而与他们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也大有人在。龙科院的安保等级又提高了不少。我的天哪，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过是个技校生啊。喂，妈，我这里回不去了，封锁了，你偏偏让我去相亲。其实妈是花钱给你找的对象去相亲的。什么？那个相亲的是你给我花钱招的？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若再不相亲，以后就只能找什么都不懂的技校生了，是不是有危机感了？是，我感觉现在的确是危机重重。这时透过窗户看到院子里面突然开进来一批装甲车。什么年代了都，这安保措施有点多余吧？我的天，怎么原子能的各路神仙全都到了？白敬礼、钱思亮、武轩，怪不得一下子这么高的规格，简直是王炸天团。玉华，你快看，那些老爷子身边竟然还有一个大帅哥！我的天，难道他也是大师吗？你看这些大师竟然对他如此恭敬。旁边的马玉华彻底呆立当场。这不是那个和我相亲的男孩吗？什么？这就是你口中的奇葩？就是那个做出可控核聚变的技校生？没错，就是他呀。他现在怎么？难道他真的做出了可控核聚变？我的天，这也太疯狂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两人极力否认一个技校生攻克了全世界顶尖科学家都无法克服的问题，但是冷静了3分钟之后，两人才算认清现实。我感觉很可能是真的，他发的那些资料也都是真的，甚至已经得到了这些大佬的验证。随后，杨雪赶紧跑去搜索，在垃圾邮件中找到了那封邮件。我的天，这简直是天才一般的设想！我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耐下性子看看呢？我的错，完全都是我的错。正当他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拍案叫绝的时候，突然，与此同时，实验室的门打开了，2个保安局的人走了进来。杨雪小姐，你涉嫌偷看国家机密，请现在回去接受调查。我不是故意的，那个邮件是我之前删掉的，我以为……您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回去之后再详细说明。正在他被保安局的人看着的时候，外面再次响起了脚步声。那些资料全部都是他给我的，我们没有任何传播，他可以给我作证。听到马玉华的话，龙战则看向了旁边的蓝冰。蓝冰，你给我作证，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发给我的？我是不是从来没有动过？确实是这个，我发给他的。你们看，我没有骗你们吧？呵呵，果然是一点都没看啊，到现在还是未读状态。我把账号交给你来管理，是想让你帮我好好筛选邮件，结果你呢？你竟然把这么重要的邮件给我扔到垃圾桶里面去，还让蓝冰这样的人才埋没到现在。哎，算了，这也不能怪他。蓝冰先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给你选好了实验室，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另外，我知道你那里应该还需要助手，实验室里面的人都在这里，你随便挑。
吴教授，您太客气了，叫我小篮子就行。那怎么行？搞学问的从来都是打者为先。你攻克了可控核聚变，就是我们的老师，我哪里敢叫你小篮子？这样，我以后叫蓝冰，你叫我老五就行。蓝冰笑了笑，点头算是默认了。实验室里面所有人彻底惊呆了，眼前的这个技校生竟然造出了可控核聚变。做实验的话，自己好像确实缺少人手。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研究吗？真是做可控核聚变吗？当然是真的。我来，我想参与这个项目。还有我也想参与。我也想为国家的新能源革命做出贡献。一时间，办公室众人全都沸腾了。这可是能够改变历史的项目，谁不想参与？看来大家的热情很高啊。但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项目课题，若是都跟了蓝冰，你们专攻的课题恐怕就荒废了。哦，那怎么办？要不我把我的学生分给你吧，等过几个月你再单独招人，怎么样？您自己也有很多课题呢，都来帮我，你的课题不也就废了吗？没事，我的课题时间还久，更何况我那课题哪能和你的比？不，这样会影响您的业绩的。蓝冰，你想要什么样的助手呢？听话、能干、漂亮、身材好的。如果是个实习生呢？不知道您嫌弃不？这倒无所谓，满足上面4点就可以。不一会儿，几个人来到了蓝冰的面前。这几个学生咋样？行，就他们3个吧。宋季、潘俊、周辉，你们3个听着，以后他就是你们的老师。导师就这个导师不同凡响，你们好好的跟着他学习，一定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早日成长为国之栋梁。啥？国之栋梁？技校生。大蓝老师，您看还有什么需要协助的？暂时没有了。那您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工作？随时都可以。对了，蓝冰，记得你说英语不太好，正好我有个合适人选可以给您当翻译。这倒是方便我了解国外资料，只要是个女的就行。3个实习生都是男的，实在有些吃不消。说着，就看到一个扎着马尾、长相白净、眼睛灵动的女孩从外面走了进来。不错，这个不错。爷爷，人家都是坑爹，你是坑孙女。我想要做真正的实验，你却让我跟着眼前的这个小男生，算咋回事？还小男生？你怕是不知道他的威力。大蓝老师就是非常厉害的科学家。我不信一个技校生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连英语都不会，以往都是怎么做的实验，参考文献都看不懂。大蓝老师不一样，他是个天才技校生，日久生情，不是日子长了你就明白了。算了，谁让你是我爷爷呢？行，我孙女也算参与可控核聚变项目了，为家族争光了，所以说你同意了。哇哦，嘿嘿嘿。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让抛弃我的前女友，还有和我相亲的海归女博士追悔莫及。攻克癌症技术3012年，星际飞船2617年，光速曲率飞船4129年，质子对冲电磁炮2633年。随后，蓝冰带武静静他们来到了实验室。老爷子，这也太坑人了吧！光秃秃的，连个像样的实验台都没有，这是欺负新人吗？你误会吴老了，是我要求他这样的。听到蓝冰的话，几个人都是一脸不解地看着蓝冰。哼，没有设备怎么做科研？不知道啊，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正在几人说话的时候，一箱箱东西从外面搬了进来。大蓝老师，若是没什么问题，请您在这里签字。没问题，谢了呀。您客气，这是我的荣幸。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叫我。你可以啊，竟然能搞定龙战这个冷面阎王。呵呵，大把手，把这些东西给装起来。这看起来就像是捡回来的东西，然后东拼西凑组装的，但是组合在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呢。大蓝老师，您这实验设备从哪里搞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大蓝老师，咱可是龙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你想要什么直接买就是了。老爷子把你招过来，还能不给你经费吗？这东西哪里也买不来的。什么样的设备还买不来？最多就是贵一些罢了。托克马克装置，你去买吧，看看哪有卖的。大蓝老师，你这个冷笑话讲的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啊！哈哈哈。蓝冰也跟着笑了笑，不过却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大蓝老师，你别开玩笑了，托克马克装置那都是几百人的大工程，你这个小东西，我觉得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讲冷笑话特别可爱。蓝老师，你不会玩真的吧？蓝冰笑而不语，继续摆弄着他的那些设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这些东西，还托克马克装置，可控核聚变，你有没有搞错呀？20分钟后，蓝冰把装置都给调试完成了，旁边是一个巨大的储电炉。实验结束，刚刚1L 海水的原料总共释放1000万千焦的能量，相当于300升的汽油。你刚刚做了什么？托克马克装置，我刚刚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真的弄出了这个可控核聚变？这东西很难吗？要不是我没钱，早就搞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去？回学校宿舍休息啊，到下班时间了呀。蓝冰现在感觉自己脑海里的系统发生了变化，想要回去好好探查一下。
太棒了耶！居然能把可控核聚变的托克马克装置造出来。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婷婷，有什么问题？咱明天上班我再给你解答。不一会儿，院士武轩、钱思亮，还有原子能研究所所长袁大伟从外面跑了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刚刚仪器检测到有瞬时的巨大能量波动。是大蓝老师，他又弄了一次核聚变，所以产生了巨大能量波。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么复杂的计算，这么多步骤，他怎么就能？或许这就是天才吧。天选之子蓝冰。庆幸的是，这小子是龙国人，老天保佑。对了，蓝冰他人呢？他说要回学校宿舍，应该是累了。啥？还回什么学校宿舍呀？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家属楼了，就在旁边。你也没有提前告诉我呀，我哪里知道？切。哦，没事，刚刚我碰到他了，已经安排他去家属楼了。听到这个消息，武轩的心才算放下来。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天才，可不能出现半点闪失啊！那咱们走吧，再讨论一下怎么把这个情况给上面汇报。最近航天所可是没少出风头，不知道这次咱们能不能扳回一局。2个小时后，一个计划书诞生了，那就是关于建造大型可控核聚变的计划书。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把这个工程给拿下来。之前都是一直在实验室阶段，这次直接跳过中型实验，会不会有些急了？袁大伟虽然是原子能的所长，但是在眼前这些院士泰斗面前，他就是一个打杂服务的。虽然程序上有些操之过急了，但是情况特殊，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紧张，虽然100亿的启动资金有些多，但若真的能够把这东西给实现了，到时候会有巨大的收益。好吧，既然大家都决定了，那就往上面报吧。龙战，你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蓝冰，就算是自己挨了枪子，也要保证那小子的安全。收到，这是我的荣幸，我定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怎么样，我是不是给你找了个天才？这何止是天才，简直是……这哪是天才啊，分明就是个怪胎。天才总归是有些脾气的，你以后要全力配合他的工作，你要积极表现啊，为家族争光。有你这么坑孙女的吗？还要为家族争光？我的傻孙女儿，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呀，你可一定要中用啊！对于这一切，已经回到公寓楼里面的蓝冰完全不知情。蓝冰躺在床上，随后缓缓闭上了双眼。恭喜宿主完成可控核聚变制作任务，获得1000科技点，获得星际穿梭机10%的构造，奖励未来图书馆1小时权限。谢了，看样子我的知识储备又要上一层级了。嘿嘿，科技点可与系统兑换技术、理论、材料、成品等。随着这科技点的出现，又出现了一个兑换页面。你逗我呢？最便宜的星际穿梭机也要10亿科技点。算了，这个未来图书馆是个什么东西？未来图书馆通过模拟宇宙文明科技的发展路径，包含一个文明从诞生到灭亡所产生的各种文明成果，以及各个文明成果可能出现的年份。我先去未来图书馆看看吧。未来图书馆里一本书都没有，都是一个个的光团。原来这都是可以直接传输进大脑的知识能量啊！瞬间建立相应的神经元，形成自己的知识储备，神奇，真的太神奇了。随后蓝冰穿梭在一个个光团之间。攻克癌症技术3012年，星际飞船2617年，光速曲率飞船4129年，质子对冲电磁炮2633年。现实中蓝冰已经入了梦乡。我是一个拥有超前科技的技校生，先做个可控核聚变，让你们开开眼吧。蓝冰通过未来图书馆看到了宇宙万界的危险，万千的文明甚至都没有来得及长大，就直接夭折了。蓝星的科技成果从2100至2490年里，科技进步竟然几乎为0，难道这也是在暗示蓝星的命运？算了，现在才21世纪，想这么多干什么？系统任务：制造小型方舟反应堆，时限3个月，材料自己准备。系统支持基于当前技术的可行性方案1套。3个月制造小型方舟反应堆，我可是刚刚完成了可控核聚变啊！这俩东西好像差不多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了。任务承接成功。蓝冰收拾一下，疲惫的出了门。你怎么了？我没事啊。蓝冰，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啊！2个小时后，研究所的领导们站在病房外，脸上满是焦急。老徐，病人怎么样？他怎么突然晕倒了？醒来没？碍不碍事？是不是之前有什么疾病？呵呵，里面这小家伙是谁啊？让你们这几个老家伙如此的紧张？他是我们几个老家伙的精神支柱，也是咱们龙国未来的支柱。没错，他一定不能出现任何差错。那为什么要等他现在这样才把他送到这里来？这话说的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倒也没什么，不过是血糖低引起的晕厥，很明显是2、3天没有吃饭的样子，你们不知道吗？龙战，这个事情你怎么解释？我的责任是我没有保护好他。躺在床上的蓝冰看到一大波人站在那里，脸上忍不住一笑。怎么这么大阵仗？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好你。这不能怪你，
是我自己想事情太入神了，就忘了吃饭了。要不再做个详细检查吧？不用，真没事。主要是今天想事情太投入了。你想事情能把自己想成这样？我想的事情计算量有些大，我又不想中途停下来，所以就身体透支了。真有你的！蓝冰，咱们的可控核聚变工程已经被批复了，代号黑龙。你是这个项目的技术顾问，项目耗时差不多5年，接下来恐怕就要辛苦你了。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你放心，这个项目虽然你只是顾问，但是完全由你来主导也行。至于这总工程师的名头，时机成熟了，我们会给你的。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现在提出来，我想钱老他们都会尽量满足你的。我晕，我不要什么总工程师的名分，而是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还想要做其他的研究呢。而且我只是一个技校生，没办法服众。大蓝老师啊，我们一致评估你的水平已经达到了教授水平，更何况您这个可控核聚变技术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弯道超车，我们可以破格聘请您为教授。教授还是农科院的？他们疯了吗？我就是一个技校生，你们给我教授的职称，别人会有意见的？肯定不会，谁敢有意见？要是没有您这本事，那就最好闭嘴。不过还是不行。为什么？我想要腾出时间做出其他的研究。您做什么研究能比这可控核聚变对国家更重要？小型方舟核反应堆。你说要做什么？小型方舟核反应堆？你说的是漫威宇宙里的那种方舟反应堆吗？没错，就是那个。什么跟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钢铁人你们听过吗？就是那个穿着钢铁战甲可以比肩神明的超级英雄。钢铁人，那个史塔克的科学家。对对对，就是他。看来您几位也不算是太落后哦。都是给我孙子买玩具的时候，我才了解的。这就是电影之中的小型方舟核反应堆。这种东西只是科幻，现实中不可能拥有这么小的方舟核反应堆，更不可能把这种反应堆带在身上。我能解决。蓝冰，我知道你对核聚变这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和造诣，但是这方舟反应堆已经明显的违反了物理常识，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的科学常识，不过是现有的科学框架，但是以现在人类对科学的发展和认知，不过是9牛1毛。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半年时间。若是材料足够，我可以把方舟核反应堆给制造出来。什么？半年时间？你可以为国家创造很多奇迹。你说的这个小型方舟反应堆，大家都没搞过，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吴老，你放心，我保证这个东西制造出来让你们大吃一惊，而且就战略意义而言，绝对不比可控核聚变差。大蓝老师，我们知道你是天才，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觉得您继续研究可控核聚变是最好的选择。蓝冰一笑，对这些根本不理会。你干什么去？你们若是非要把我绑在这个已经突破的可控核聚变工程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捣鼓着玩呢。你看，要不这样，你担任这个黑龙工程的技术顾问，我们有什么困难的事情，还请你及时出手。好，但是平均每天耽误我的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这个恐怕有些难度。有难度的话就算了，你们再找别人吧。好，那我们先这样，这个顾问还是由你来当。对了，我要搞的这个方舟反应堆的项目，你们能不能拨点经费，或者是当做投资也行？你需要多少？这次要的有点多，需要200多万。当钱思亮听到万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没问题，肯定满足。那就好，你们那个项目上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不忙的时候，你们可以多问题。好。很快，蓝冰负责可控核聚变工程顾问的事情，在龙科院小圈子里传开了。马玉华听说之后，忍不住长叹一口气。还要造小型方舟核反应堆，是不是有些过于天马行空了？那不过是科幻电影而已。我倒是觉得值得期待。要知道，他可是在技校里就凭一己之力造出了可控核聚变，现在准备做出小型方舟核反应堆，有什么不可能？是啊，天才都是能他人所不能。当年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4篇革命性文章，不也是靠一己之力吗？就是啊，没准他真能把科幻变成现实呢。对一个能够造出可控核聚变的天才，谁敢保证他不会再次创造奇迹？之所以能够利用奥米尔方程制造出初代电磁炮，是因为奥米尔方程式在一定的变量区间内能够无限的接近扎克斯衰变曲线，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扎克斯衰变曲线，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蓝冰知道自己说漏嘴了。这查克斯衰变曲线方程式是在50年之后由米国耶鲁大学的扎克斯教授研究出来的。现在的他还是一团细胞没出生呢。实验室中，蓝冰正在准备自己的方舟核反应堆的材料，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成熟的设计方案，从理论依据到精密计算，所有的都已经完成。还是要给他们分工一下，不然到时候不利于项目进度。第1步是制作小方舟模型，第2步提取方舟反应堆燃料，第3步利用核反应堆装置将核聚变能量导引出来，转化成其他能量。正在忙碌的时候，实验室的门开了。大蓝老师，吆喝，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们3个竟然也知道学习上进了。大蓝老师，
这些是我们仨原来的毕业课题，目前都还没什么进展，我们比较着急，所以想要请你帮我们指导一下。是啊，大蓝老师，我们想跟着您研究最新科技，但是我们也要面临毕业的现实问题。你们3个呀，研究领域不同，彼此之间的课题相关性也相差很大，你们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静静，我们也不想啊，但是学校的规定是这样，没有论文，我们没办法毕业。现在让蓝冰去看你们之前的课题，不也是坑他吗？不同领域，他怎么可能看得懂？别说是他，就算是其他的导师也白费。若是毕不了业，回家我爸非打死我不可。哎，3人收起桌子上的资料，准备去做实验。慢着，不就是想要完成毕业论文吗？放心好了，3个月之内，我保证你们顺利达到毕业要求，怎么样？蓝老师，不是我们不信任您，实在是您没有在核心期刊担任主审，又是新加入龙科院，没有任何实验数据，算了吧。没数据可以做，论文没有可以写，你们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毕业。您说的都是真的？当然。好，一言为定。你许诺这么多干什么？跨界写论文，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儿科，你们把课题资料给我看看。给您。论电磁的罗伦斯通量波衰减与奥米尔函数方程的相关性，你这论文做不成，不太相关，你可以改题目了。大蓝老师，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现在主流科学界都普遍认为，这个电磁通量衰减积分布是有量化模型，而奥米尔函数方程是目前已知最为贴近这个模型的方程式，只是还有一些分散问题没办法解决。他说的没错，目前主流科学界确实比较认可这个方程，可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而已。之所以能够利用奥米尔方程制造出初代电磁炮，是因为奥米尔方程式在一定的变量区间内能够无限的接近扎克斯衰变曲线，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查克斯衰变曲线，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蓝冰知道自己说漏嘴了。这查克斯衰变曲线方程式是在50年之后由米国耶鲁大学的扎克斯教授研究出来的，现在的他还是一团细胞没出生呢。我也没听说过这个。不会是您记错了吧？是不是记错？以后你就知道了。我明确告诉你，你的这个课题肯定是错的，哪怕做出来结果也是生搬硬套，到最后不过是无用功而已，没有意义。大蓝老师，我没办法接受您的这个说法。没事，以后你就接受了。可若是按照您的方程也做不出来怎么办？做不出来，你听我的就完事了，别婆婆妈妈的。好吧。随后，宋季和周辉也同样把自己的论文给拿了过来，蓝冰逐个看了一遍，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立项基础。3人核对完课题，转身离开了。你也太直肠子了吧！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无数次的试错，在实验结果没有出来之前，谁也无法预知最终的结局。他们不知道，不代表我不知道，错的就是错的，明知道错了，还让他们去做，浪费时间，浪费资源。有那些时间和资源，还不如帮助我好好的做实验。你怎么就这么自信？你怎么就知道你的一定对？而且你把他们的课题立项给推翻，得罪的不但是他们3个，你也得罪了他们的导师。这一层面我确实没想到，不过他们若是因为这个而生气，那我也没有办法。这大蓝老师有点过分了吧？我承认他在核物理方面是大师，但是这电磁衰减他真的懂吗？他是梁庆的博士生，兼带潘俊的课题毕业设计，导师梁庆则坐在那里，似乎是在思考蓝冰的话。有没有可能，他说的是对的？这奥米尔方程式在一定的变量区间内，能够无限的接近衰变曲线。老梁，您不会也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吧？这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原来的宋季和潘俊的原导师长春康那。我现在倒是有些期待，他能够设计出什么样的课题了。整个龙科院的人全都惊住了。蓝冰把梁教授和常教授指定的课题给否定了，而袁大伟也看着手里的聘书在发愁，那是蓝冰的教授职称证书。听说蓝冰在院内的争议之后，他有些犹豫了。现在已经有人不服气了，这要是现在把这个给他，会不会？国家给你这个龙科院的院长职位，是让你带领龙科院攻坚克难，产生更多高精尖技术，不是让你在这里当老好人的。你尽管去颁发，若是有谁不服气，让他来找我和老钱。有您2位撑腰，我就放心多了。2天后，技校生出身的蓝冰直接获聘龙科院教授职务。你这次评定教授可真是有排面啊，把龙科院和科技局都给搅和热闹了。这么多大佬做保，比院士都有面。我也没想到啊，也只有你这么心大了。不过傻人有傻福，你以后可以横着走了。怎么走舒服啊，就怎么走呗。你真的要重新设计他们的课题吗？他们不是说不能改主题和名字吗？那就只能改里面的设计。可是你懂这些吗？要不要我帮你查查文献？我的研究不太需要文献。这么多人质疑你、举报你是有原因的。
做完了，有了固定课题的实验，真是费劲。明明知道它是对的，还得去费尽心思的证明它。你现在在做的是他们3个的毕业设计。对啊，我给他们重新设计规划了一下。半个小时后，3人再次走了进来。这些是蓝老师给你们做的毕业设计，就按照这些来做吧。他真的懂那些？这么短的时间把设计全改了，不可能吧？底下的这几页的数学公式是什么鬼？怎么样，看懂没？这个计算量有点大，我得回去再论证一下。不用论证了，你看不懂。可控核聚变居然被我一个技校生给造了出来，也就是钢铁侠的那个托克马克装置，不出意外的惊动了业内所有顶级大佬，这让抛弃我的前女友和他的经纪人都追悔莫及。这些数学公式你看不懂，你只需要记住结论就好，按照这些实验步骤做就完了，然后把实验数据收集完成，最后再利用这个公式进行相互验证。听到蓝冰的话，潘俊感觉自己受到了1万点暴击，宋季和周辉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你们也一样，不用试图去看这些数学推导，你们看也看不懂，纯粹的浪费时间。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3人便以要回去熟悉方案为由离开了。咱们太丢人了！大蓝老师从哪里弄来这么复杂的数学公式？咱们竟然看都看不懂，咱们得在大蓝老师面前争口气啊！没错，咱们这就去找几个数学系的哥们帮忙解答一下。没准这数学公式大蓝老师也看不懂呢。等咱们搞明白了，再回来好好的考考他。晚上7点半，你们数学系到底行不行啊？这都忙活1天了，到现在都还没把一个公式给算清楚。你们不是号称数学无敌吗？这个数学公式太复杂了，就这复杂？你们看着只有短短的几个数学式，但是这些都是简化出来的，中间省略了很多步骤。少废话，你就说行不行吧？不好说，我只能说尽力。潘俊，这东西哪来的？数学库里面压根就没有这东西，这玩意是不是某位数学大师的论证手稿啊？自己水平不行，咱就明明白白的承认，别赖皮男。正好我有个同学在华兴大学数学系，我现在给他联系，让他帮忙破解。把东西留下。你们先去吃饭，我给你们复印几份出来。1星期后，华清大学的同学直接打来了电话。潘俊，你实话告诉我，这东西到底出自哪位大师之手？我要去请教。你不至于吧？不怕你们华清大学骂你欺师灭祖、叛逃师门吗？我们这几天已经把能问的全部问过一遍了，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才刚刚论证到第3步。在第4步已经停了2天了，所以我们想去请教一下这位大师，会不会题目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你们没办法证明？题目没有任何问题，十分绝妙。我看看我们的大师什么时候有时间再说吧。我去，你们这是咋了？被生化病毒入侵了吗？潘俊，带我们去见大蓝老师，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数学式的推导。那走吧，正好今天他说要给我讲方案，你们正好也趁机听一下。好，一会儿你们跟大蓝老师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语气，放尊重点。一定。大蓝老师好，我听潘俊说了，你们想要我的解答，这些理论推导可能有些复杂，我只讲一遍，你们能够听懂多少，全看你们自己了。谢谢大蓝老师，我们一定洗耳恭听。不必客气。接着，蓝冰开始了讲解。好了，上面的这些就是对这个数学式的理论推导，你们若是感兴趣，可以回去自己看下，若是有不懂的，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谢谢大蓝老师了。潘俊，你还有什么问题？我没问题，没什么问题，就好好做实验。另外，给你申请了一个实验台，你做毕业设计课题的时间每天只有2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全部听我安排。好，一定听从大蓝老师安排。接下来，潘俊便开始老老实实的做实验。宋季和周辉2人也走进了实验室。我们要等把潘俊的那一套给研究明白之后，再研究你这个。下午1点半，蓝冰看着从外面走进来的潘俊问道：“怎么样？今天的实验做完了吗？”做完了，但结果不太理想。实验室得到的数据和你的数学模拟曲线相差了10万8千里。把你的实验记录拿给我看下，你自己看看错在了哪里。这没错，都是按照实验设计来的。你若是找不出错误，今天过后就不用来了。大蓝老师，对不起，这个地方我没有看清，之前的设计都是电磁极左旋60度，我没想到你的这个是右旋。下次再出现这种想当然的情况，给我立马滚蛋。又是2个小时过去，这次怎么样？这次实际值与理论值高度契合，相差仅2%。好，明天接着做。另外，你回去想想，为什么会有这2%的误差？好。今天因为你自己实验失误，晚上加班4小时把时间补回来。行吧。与此同时，可控核聚变的黑龙工程已经按部就班的开始了。武轩和钱思亮却在拿着项目方案发愁。按照之前的计划书，现在应该安装耐高温材料和等离子降温设备，可是按照蓝冰提供的这个方案设计，始终无法达到预想的设计效果，甚至都无法完成初级测试。这耐高温材料是第1步，上亿度的高温根本不是普通的材料可以承受得了的。现存的耐高温材料也不过是能够耐受2万度的高温，它是怎么做到的？你们都是按照实验的设计来进行的。
保证一点都没有错。您看，这个是我们的项目进度表。这个问题恐怕还是得去找蓝冰过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让龙战派直升机接蓝冰过来。蓝冰，赶快跟我走，黑龙工程现在遇到了问题。我这正在检查他们的实验操作呢，先等一会儿。等回来再检查吧，那边等急了。蓝冰盯着他看了一眼。那好吧，你尽量快点。纳兰老师，黑龙工程要紧，要不您先……他的话没有说完，看到蓝冰的表情，也老老实实的闭上嘴巴。天不早了，你要不要吃了饭再过去？让吴老、钱老还有一帮科学家工程师在那里等着，我却在这里吃饭，你觉得我吃得下吗？走吧，吴老和钱老这家估计是要急了。切，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您客气。你不去？我没有权限。你是我的秘书，怎么没有权限？麻烦您给查看一下他的权限。上面审批通过了，可以一同前往。需要我做些什么？暂时不需要，需要的时候会叫你。解决了，这么快？这没难度啊。你厉害。在龙战的带领下，蓝冰和武静静乘坐直升机来到了秘密基地中。这是2位的密保卡，蓝先生是顾问，权限很高，但是静静小姐你的权限有限，还请您不要随意走动。放心，我懂。随后，2人穿过层层关卡，来到了里面。大蓝老师啊，您终于到了，我们就等你了。吴老、钱老，遇到了什么事情？您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抱歉啊，没有提前和你沟通，但是我们实在是束手无策了。怎么这么多？这个是全部的项目资料，我们想让您先看下概况，对整个项目有个了解。不需要，直接告诉我进展到哪一步，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好。一个技校生竟然这么傲气，连项目资料都不看，真搞不清楚这是从哪里请来的大爷。小李啊，你就告诉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就好。听到武轩的话，李子清还是压抑着内心的不满，重新给蓝冰汇报了一遍。之前我不是说过让你们使用层流降温逐级递减的吗？你说的倒是轻巧，所用的那个材料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在降温的过程中，材料会因为内部应力而断裂，无法达到降温的目的。就这，连最基本都不懂，还想要帮我们解决问题？蓝冰看了一眼设计图，随后又看了看设计参数，一下就明白了。大蓝老师，您之前做那个模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并没有。那您看这个问题应该……你们是怎么去解决的？我们在原来的材料中加厚了耐高温材料，比原来的设计更多层，可是还是不管用。无论我们加多少，到最后还是因为内部破裂，导致壁炉损坏，从而无法成功完成局部降温。这个方法是肯定行不通的，其他的方法试了吗？其他的方法，我们之前也尝试过减少内层的材料，甚至用其他材料来替代，可是根本没有合适的材料。听到李子清的话，蓝冰眉头紧锁，这个问题他之前的确没有考虑到。大蓝老师，你有思路了吗？还没有，不过我可以想想。太好了，咱们大蓝老师一定可以的，我相信你。现在麻烦给我一个办公室，里面有计算机的。您是顾问，办公室早就准备好了，现在就带您过去。好，我会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这能行吗？我听说他就是个技校生，我现在都怀疑他有没有把问题看明白。我们把宝都压在他身上，是不是有些太过冒险了？我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你们若是能够解决，何必再去麻烦人家？蓝冰来到了办公室中了。需要我做些什么？暂时不需要，需要的时候会叫你。蓝冰再次进入自己的系统，关于耐高温材料的问题却没有过多阐述。随后他再次进入到未来图书馆中。10分钟之后，蓝冰张开眼睛，静静，帮我把这篇文章给翻译一下。这是一篇高分子化学的文章，你需要看这个吗？需要。吴静静把文章给蓝冰翻译了一遍。走吧。解决了，这么快？这没难度啊。你厉害。大蓝老师，是办公室里面配备的东西不齐全吗？缺什么我马上安排给您安排。没什么要求。那您这是？我想到解决办法了。什么？您怎么这么快？我就说嘛，大蓝老师所向披靡，来，快说说是什么办法？其他的工程师更是3分震惊，也有7分的怀疑。我原来设计的托克马克装置，因为是小型的，所以材料承压等问题并不突出，也都在可控范围内。但是现在要把它变成商用的材料，除了需要满足耐高温的问题外，还要满足压力的问题，需要再次改良。我们当然知道这些材料需要改良，可是改良材料哪有这么容易？很多关键的技术难题，其实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几种添加剂，另外在后期的成型过程中稍微改变2个参数即可。这个是改良工艺设计图。众人一脸期待地朝着纸上看去，但是看到之后就忍不住笑了。你管这个叫材料工艺，还改良？呵呵。钱老、吴老，这个就是我改良之后的材料设计方案。你们若是相信我，现在就去照着这个加工，就在原来材料的基础上就可以。若是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咱们走吧。啊！太嚣张了，方案还没有成功呢，就敢如此目中无人，简直太过分了。脾气这么大，
技校生就是不靠谱。随后，众人看向了钱老和吴老。那就先试试吧。可以先让底下负责材料制备的小倪来看下。不一会儿，倪庆江从外面走了进来。这个就是大蓝老师留下来的改进方案，你看看能看懂不？你也看不懂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材料工艺制备有些复杂，总共有132道。我最近又是刚刚接触，所以还不太熟悉，需要对着工艺手册核对一下。你现在就核对看看。神，太神了！这么复杂的工艺，他是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的？而且竟然一点没有错，这小小的一页纸浓缩了改良工艺的精华。你说什么？钱老，您告诉我，这是哪位神人？我想和他好好深入交流一下。你的意思是，这张纸不是胡乱写的？当然不是，原来的那个耐高温材料工艺可以耐受上亿度的高温，但是强度不行。这样改良之后，我有预感，绝对可以将强度大幅度提高。高手，绝对是一个高手。若是按照这套工艺做下来，多久能做出来？这个改良工艺并没有增加过多的制备环节，3天，最迟3天就能够把第一套材料交付。好，我们等你消息。2天后，黑龙计划大型托克马克装置基地前4辆，武轩等人都在旁边焦急地等待着。新的材料已经安装完成，他们正在等待着测试结果。钱老、吴老，设备测试通过。新的材料再也没出现问题吗？完全能够耐受上亿度的高温吗？竟然真的成功了！太好了，解决了材料问题，咱们就突破了第1道大关了。我就想问问各位，现在还有谁质疑大蓝老师的能力吗？不质疑了，服，彻底服了。之前是我们不对，我们一定登门道歉。这就对了嘛！我就说大蓝老师所向披靡，他是最棒的，最棒的哦。那个东西去年刚刚被常氏集团的常坤以1200万的高价拍走。因为常坤，他是我爸爸。通过蓝冰的帮助下，可控核聚变之黑龙计划有了最新突破。我感觉黑龙计划的速度可以再次提高了。哦耶，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恐怕就要多去请教大蓝老师了。这事儿就交给你了。交给我干啥？你把你孙女儿武静静都搭上了，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别以为我看不到你这老狐狸的尾巴。嘿嘿，又被你看穿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哼！龙科院实验室，武静静来到蓝冰面前。刚刚爷爷他们打来电话，说你改良的那一套工艺顺利通过测试了，也被列入了国家机密。至于奖励，等这个项目彻底完工，就发给你。哦，好的。那你的实验怎么样了？还行啊，虽然他们3个帮不上什么忙，但至少还算听话，将就着用吧。对了，之前有一个说是从燕京过来的华清大学的学生，要向我请教数学问题，我又不是教数学的，没有时间给他解答，他就赖着不走。你帮我看看他走了没？啊，好吧。武静静万分不解，随后按照蓝冰的指示，来到了龙科院接待处。今天有个从燕京大学来的，要找大蓝老师，他走了没？还没呢，大蓝老师已经给他说过很多次了，他非赖着不走。他现在在哪？大厅坐着的就是。谢谢，我过去找他谈谈。哎，这个背影怎么有些熟悉？常建明。谁教我？哈，真是你啊！武静静，怎么是你？你不是外语系的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专业也不对口啊！我乐意，你管得着吗？说说你怎么回事？大老远跑到这里当老赖来了？我是专门过来向大师请教的。请教什么？你好歹也是华清大学数学系的天才，我爷爷都说以后龙国数学之星必然有你。是这样，我问过所有导师们，都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很好的解答，甚至连一个解题思路都没有办法提供，我就只能自己前来求助了。什么？整个华清数学系都没有人能够解答？你确定没有开玩笑？我怎么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你把你的问题给我看看。这个不是蓝冰的学生毕业论文中的数学推导公式吗？你怎么会有？是我学弟请教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刚刚大蓝老师已经说过了，让你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他没有义务教你。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这个数学问题来的，若是得不到解答，我绝不回去了。你不回去也没用，你脾气倔，他比你还倔呢。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他的秘书，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你是他秘书？那太好了，你去帮我求求他，我一定重谢。切，我不稀罕你的重谢，而且我劝你。我记得初中的时候，你的梦想是长大了当一个伟大的科学翻译家，帮助把外国的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而且你的偶像是傅雷，正好我有傅雷先生的一作手稿，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你怎么可能会有那个东西？去年刚刚被常氏集团的常坤以1200万的高价拍走。因为常坤，他是我爸爸。好。
你等着。吴静静再次回到了实验室中，10分钟之后再次回来。大蓝老师说他没时间，但是之前已经给高琛讲解过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暂时去他那里请教，若是能够看懂前7步，就可以再次向他请教。谢谢，我现在就让我爸把那东西包好给我送来，保证你明天早上就可以收到。你爸爸花了1200万才抢到的，你就这么随手送出来了，你爸爸回去不打死你？不会的，我很少问他要东西，这是第一次，而且这钱虽然不少，但是对我爸而言也不算太多。啥？这真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就为了解答一道数学题，值得吗？3天后，高琛再次拿着一个资料来到了蓝冰的实验室中。大蓝老师，我的论文被 Math 录用了。正在做实验的潘俊、宋季和周辉3人听到这话，一个个也被吓了一跳。Math 可是数学界影响力最高的杂志，与自然、科学、细胞、柳叶刀并称5霸。厉害，佩服，高琛你牛！不说其他，你就凭这篇论文留在龙科院，破格晋升为教授，一点都不成问题。大蓝老师，对不起，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直接发表了你的成果，还请您不要介意。但是请您放心，文章的通讯作者是您，我只是要了个第一作者的署名。什么？你把通讯作者的署名给了他，还请他不要介意？你脑子没问题吧？按照国际惯例，通讯作者才是论文的知识产权所有人，而第一作者只是论文的操作人。你闭嘴！若不是大蓝老师给我讲解，我怎么可能会理解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数学理论？这一切都是大蓝老师的，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抄录而已。发现了新的数学理论？开什么玩笑！高琛根本不理会众人的神色，而是再次看向了蓝冰。大蓝老师，按照国际惯例，这个新发现的数学方程应该由它的创建者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就冒昧的称呼为蓝冰方程。而且 Math 杂志回复说，他们完全同意这种命名方式，不知您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也太夸张了吧？有那么什么？为啥我看着那论文一般啊，像是照抄我原来的论文一般？你再在这里放屁，信不信我抽死你？一切准备就绪，准备登机吧。批了，通过了，你的试验申请已经被通过了，可以过去试验了。骁龙037奉命护航，请各位放心。骁龙061奉命护航，请各位放心。转眼又过去2个月，蓝冰一直埋头解决自己的方舟核反应堆。小型反应环已经制造完成，反应堆的燃料放射性的雷也已经制备完成，现在只能转换成电能、镭射能、电磁脉冲，希望以后可以转化成更多的能量，希望能够一次成功。麻烦帮我找个测试场地。你找试验场地做什么？难道你的那个小型方舟反应堆真的做成了？这完全是科幻电影中的东西啊！蓝冰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凭借200万经费就搞定了？还不能算成功，毕竟还没有测试。不过我对自己有信心。时间呢？还有对测试场地有什么要求吗？越快越好，最好明天早上。至于测试场地，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毕竟这玩意若是发生意外，不亚于一枚100万吨的 TNT， 可能半个魔都就没了。你简直是一个疯子！万一要是出点岔子，岂不是要所有人都给你陪葬？什么？他要进行小型的方舟反应堆的试验，他成功了？暂时还不清楚，他就是想要尽快试验一下。老钱，起床，叫上咱们的那一帮老伙计，立刻前往龙科院。这么晚？好的。走，去龙科院。你怎么还不换衣服？我也要去吗？当然，你作为大蓝老师的秘书，你不去见证奇迹，那怎么行啊？可是现在已经11点了呀，爷爷。别说是11点，就算是半夜2点，也得马上爬起来解决，马上换衣服，跟我走。吴静静无奈，只好换衣服，随着武轩老爷子一起前往龙科院。老五，你大半夜的把大家叫起来，到底是什么事儿？是不是那个黑龙工程遇到了什么问题？黑龙工程目前进展很顺利，之前也遇到过几个问题，也已经请蓝冰亲自出面解决了。行了，你别嘚瑟了，我可是听说了，你们那里竟然没有人愿意给大蓝老师做助手，简直是有眼无珠，蠢！我告诉你们，大蓝老师在我们这里待得很舒服，他也很满意，在小型可携带方舟反应堆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小型还可携带方舟反应堆，这是个什么东西？静静，给这些老头科普一下，就是这个小型方舟反应堆。若是真的把这个东西造了出来，龙国的动力装置将会彻底改变，对龙国的军工绝对可以直接和米国扳手腕。这东西不过是科幻电影里面的概念而已。我也觉得这个很困难，虽然大蓝老师已经解决了可控核聚变问题，但是并不意味着能够在核能研究方面可以一往无前。没错，我也觉得这个有点激进了。有资料吗？各位专家教授很谨慎，几乎没有人同意进行试验。蓝冰这段时间真的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小型反应堆的研制上面，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面。
所以我希望各位专家老师也能够对他有信心。静静说的对，蓝冰是一个做事情极为认真负责的人，他的科研素养和基本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可是这样危险的核试验必须在1号基地中进行，而1号核试验基地的开启手续之复杂，牵涉环节之多，波及范围之广，你们应该也是知道的。吴静静看着在场的众人，随后看向了自己的爷爷。做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谁也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难道不值得尝试一下吗？我相信蓝冰的能力，我愿意为他做担保，出了问题我负责。算我一个，我也愿意为他做担保。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不能以常理夺之，我也愿意替他做担保。一下子有3个大佬做保，这待遇也是没谁了。彭局，您看我们3个做担保，可以特批蓝冰的反应堆试验吗？不行，按照1号试验基地的使用规则，3位的做保无法满足开启条件。听到这话，武轩、钱思亮、白敬林、吴静静几人全都脸色难看。不过，如果我也愿意为他做担保的话，就可以上报1号试验基地委员会，并申请特批。什么？您要为他做担保？这试验本就有风险，而这个特批的试验风险更是未知。我们想要巨大的成果，总归是要付出代价的。谢谢彭局。好了，不和你们说了，吴老，麻烦您起草一个计划书，我这边也准备特批程序，争取明天上午能够完成审批，正式进入1号试验基地中试验。好，2个小时后我发给您。第2天，批了，通过了，你的试验申请已经被通过了，可以过去试验了。小小的一个文件上面竟然有10几个章，还有龙国军部的章，落款居然是龙国军部第1大元帅龙九霄。这可是战神亲自批的，太酷了！战神还让带话给你，让你放手去做。太好了，你收拾一下，咱们过去吧。收拾完之后，蓝冰给龙战打了电话，就再次听到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龙战向您报道，请问大蓝老师有什么吩咐？麻烦把这些装备带上去，走吧。是。而在蓝冰的身后，周辉、潘俊等人傻傻的看着，脸上满是期待。大蓝老师、静静都可以去，我们是不是也能过去看看？是啊，大蓝老师，我们可以过去给您当助手。不必了，对你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毕业论文，你们先把自己的毕业课题做完，再说其他的吧。大蓝老师没打算让咱们深入参与啊？不参与就不参与呗，谁稀罕？整天做这些个破实验有什么意思？就是，研究这些还不如上班挣钱。20分钟后，龙战带着蓝冰再次落在了黑龙基地中。大蓝老师啊，你的试验危险等级比较高，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让他们去准备，一会儿带着你过去。好，吴老，谢谢您，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并不是说试验不允许失败，而是失败也要有价值。我明白。一切准备就绪，准备登机吧。吴老，等我的好消息吧。好，期待你的另外一杰作。按照惯例，1号基地的所有试验一律使用运输机运输。快走吧。骁龙037奉命护航，请各位放心。骁龙061奉命护航，请各位放心。谢谢。这是刚刚服役的最新第6代骁龙战机啊，这阵势有点大了吧？凡是能够在1号试验基地进行的试验，都是国之重器，所以全部都是最高级别。这回压力大了，哎。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能成功的。一会儿听我指挥，你来开启反应器开关。好。反应器已准备就绪，辅助部门是否准备完毕？均已准备完毕。各部门听我指挥，预备，3、2、1，启动。蓝冰乘坐龙国1号抵达试验基地。蓝教授，我是负责对您提供协助的研究员梁生，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联系我。这几天要麻烦您了。都是我应该做的，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想不到您竟然这么年轻。您过奖了。蓝教授您好，我叫方梅。蓝教授好，我叫李伟民。你们好。听说蓝教授是要做小型方舟反应堆的。看到电影里面的挺好玩，所以就想要造一个玩玩。这还能造着玩玩？蓝教授，那些装备已经全都放到46号实验室了，有些正在申请流程中，应该很快批下来使用。谢谢。随后，蓝冰慢慢地走进46号实验室。1号试验基地的配置还真是高，比龙科院的配置还要强。蓝教授，您的这个试验设备看起来挺复杂的，我之前没有见过，而且又是如此的贵重，恐怕没办法协助您组装了，我怕万一不小心弄坏了。我一个人弄就好，估计需要花费2、3个小时的时间调试，麻烦你去帮忙申请一下，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测试。晚上10点测试，是不是有些太急了些？没事，我这可能安排的项目比较多，今天晚上先进行一下。好，我们这就去安排。晚上10点钟，报告总指挥，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请保持持续警戒。是。一切就绪，可以开始试验。
总指挥，这次的试验是关于方舟反应堆的。而且设计者竟然还不到20岁，听说前段时间刚刚搞出了可控核聚变，这极为罕见，核能委员会都没有通过他的申请，是几位院士外加科技局彭局做保才获批的。希望这次的失败能给他启发，也让他成长。你好像不看好他。老薛，你不会认为他能成功吧？这可不好说，听说上次他可是在一所技校里面搞出来的可控核聚变哦。若是真能搞成功，下次他来，我亲自去接机。蓝老师，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了。好的，谢谢。大蓝老师，咱们今天先做什么试验？今晚先看看这反应堆释放的实际能量与理论相差多少。静静，你过来帮忙啊！我？你是我的秘书，非你莫属。可是……别可是了，我说你行，你就行。刚刚这小子自己 DIY 设备也就算了，现在竟然要临时加一个不专业的人来参与试验，胡闹，简直是在胡闹。老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现在就终止他们的试验。先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白经理，你们在搞什么？怎么推了一个这样的人在这里搞试验？你确定这不是在玩小孩子过家家？哈哈哈，老薛，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这是非常之财，不能以常理夺之。成吧，听天由命吧就。蓝教授的试验继续，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我不能理解，今天的事情我会如实上报。这次终于稳住了，蓝冰这家伙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啊！让人省心，他还是蓝冰吗？1号试验基地，46号实验室。一会儿听我指挥，你来开启反应器开关。好。反应器已准备就绪，辅助部门是否准备完毕？均已准备完毕。各部门听我指挥，预备，3、2、1，点火。本来能量测试准确地接收到了转换来的电能。报告，反应堆释放电能功率达1兆瓦，预计持续10小时。成功了，竟然真的成功了！1兆瓦，整整1兆瓦，可以满足1万人的正常用电需求，可以满足一台小型核潜艇的动力输出。能源革命，这是能源革命啊！蓝教授，恭喜你！别感谢你，为龙国驯化一条天龙。难道这就成功了？这科幻电影中的东西，竟然真的被他给做了出来。谢谢，不过现在说成功还太早了。还没结束吗？难道说？各部门注意，试验才刚刚开始，请大家继续配合，将反应状态调整到2级。好。报告，目前额定输出电力2.5兆瓦，供电稳定，预计持续时间3小时。当前米国最大的雷神级核潜艇，也不过才有3.2兆瓦的功率，如此一个装置，足够那个核潜艇3个小时的电量所需。好，做得好，蓝教授，你为龙国军工带来了一头猛兽。从此之后，咱们的潜艇、航母、巡洋舰等再也不用发愁动力和补给问题。这只是我的本职工作而已，把反应等级提高到3级状态。你确定？现在已经快到负荷了。确定，快点吧你！各部门注意，各部门注意，现在要进行更高级状态试验，请做好准备。报告，请求5分钟准备时间，重新调试设备。同意。5分钟之后，准备完毕，请指示。蓝教授，各部门已准备就绪，请进行下一步。收到。3、2、1，启动。走。不行，我去终止反应器，不然会有危险。不用，3级状态下只能持续2分钟，设备都完好无损，让它自然停止就好。医护，快，赶快！先别动，测试员报告辐射情况。报告，试验室内发现大量不同频次波，但未发现放射性粒子，环境安全。开门，救人。46号实验室的门被打开，吴静静被抬了出来。先闭上眼睛，休息10分钟。我没事，你赶快去中控室，那里离不开你。好，我一会儿去找你。必须马上终止反应器，否则反应器超过承载负荷，产生不受控的剧烈反应，不至于往基地扔下1枚原子弹。不能停止，现在已经到了反应的末尾阶段，反应器中的燃料也即将耗尽。可是反应堆哪怕失控1秒，我们整个基地就都完蛋了。蓝冰沉默了。他说的倒是没错，但是根据我的测算，完全没有问题，能撑住。